男人背叛家庭后会真心回归吗？其实在他选择出轨的那个瞬间，他的真心已经没那么值钱了。至于回不回归，真不真心，那就要看夫妻彼此价值的平衡度了。所以我劝各位原配妻子，不要去纠缠他还爱不爱你，心里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了。他都已经做了背叛你的事儿，纠结这些就是折磨自己。如果这个男人对你来说价值很高，而且你们原本是很幸福的，那咱们就想办法抓紧掌控把他拉回来。如果说他没什么价值，你们还没有孩子，那你要他干嘛呢？能让男人真心回头的唯一办法，就是抓住他的软肋，狠狠的让他长记性，只有痛了怕了才不敢犯第二次。男人的态度决定了妻子的样子，疼出来的妻子温柔，宠出来的妻子漂亮，惯出来的妻子快乐，骗出来的妻子有恨，冷出来的妻子有怨，骂出来的妻子有气。如果妻子脾气不好，是折磨出来的；黄脸婆是累出来的；女汉子是逼出来的。所以妻子就是一面镜子，你给什么，她回报什么。越有能耐的男人越疼媳妇儿，越疼媳妇儿的家越旺，财运越好。我是白成刚，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嫁错男人的女人能有多惨呢？特别惨，真的。希望你们都没有经历过，扎心指数5颗星。一，你就是传宗接代，伺候他们一家子的工具和保姆，好像他家有王位要继承一样。你没生个男孩，就给他们家丢脸了，让他们家抬不起头，你会活得特别的憋屈。二，你在婚姻里感受不到丝毫的关心和尊重，哪怕你牺牲再多，他也不会感恩的，甚至嫌弃你做的还不够多。你需要他的时候根本指望不上，不管金钱和精神上，你发现无人可依。三，只要一开口，他就会各种贬低、指责、抱怨和嫌弃。你们的生活都是吵架和冷战，根本没法坐下来好好说话。你和他想要好好沟通，他冷眼相对。如果你此刻正在经历这种痛苦，又不知道该如何解脱，可以找我聊聊。忠诚是夫妻之间最后的底线，在没有碰这个底线之前，无论这对夫妻关系怎么大吵大闹，怎么冷淡，即使没有夫妻生活，他们也是很难分开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婚姻里的忠诚是对于一种简单生活的自我保护，是维系亲密关系的必要条件。一旦碰触了这个底线，夫妻关系就会变得微微可期，感情必然会走向破裂。千万不要低估背叛所带来的伤害，它对一个人的摧毁远不止于感情，它还伴随着谎言、欺骗，伴随着人性之恶以及身体上的风险。所以请记住，夫妻之间可以不爱，但请别伤害。不是你的女人不要去撩，不要自我欺骗。信任一旦崩塌，很难重建，哪怕破镜重圆，也会有一道伤痕的。有位姑娘来找我，她是2+1成功上位，她和现在的老公是一起工作时候认识的，算是她的大客户。她看对方多金又有能力，又打听到对方老婆是个年老色衰没有能力的女人，而且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因为她本身长得好，用了点手段就成功上位了。她觉得以她的姿色，再加上给这个老公生了个儿子，就能把这个男人拴牢了。结果呢，刚不到2年，她有次给她的老公洗衣服，发现上面蹭了口红，一看颜色就不是她的。然后她找人查她的老公，发现她老公在外面还包养了个年轻女孩。其实我接到过不少2+1上位的案例，开头就错了，怎么可能过得幸福呢？不正当手段抢来的幸福，注定是个悲剧。出轨的男人没有几个真正会爱2+1的，他们的婚姻非常脆弱，一戳就会破。始于背叛，终于猜疑。有一种新型的背叛方式，你们听过吗？叫纯聊友，就在网上各种聊，但线下不见面，在网上玩暧昧，聊得很露骨。有些男人就觉得我在网上玩完又没有线下见面，这不算出轨。你聊着和爱人才能说的话，和爱人才能做的事，怎么就不叫出轨呢？你的时间、甜言蜜语、好的情绪、分享欲都给了别人，对妻子冷冰冰的，这就是打着网友的幌子，赤裸裸的背叛。爱人是不能共享的，不管以任何形式。夫妻之间聊不到一起，那心怎么会在一起呢？
外面的人又不会给你洗衣服、做家务、养孩子。好好经营你的婚姻吧，最终陪伴你的还是你的妻子。女人在感情中千万不要圣母心泛滥，真的，圣母心泛滥的女人在婚姻中往往结局会很惨。对老公照顾那是无微不至啊，觉得他离了你过不了，永远以对方的感受为主，即使明知道是被压榨，也想着要拯救他，过度的付出时间、金钱、精力和爱，不给自己留余地，以为这样对方就会感动。我真的接过太多这种来访者，对老公好的不行，结果发现老公出轨了，哭诉为什么会这样。还有些白富美真的特别优秀，找个凤凰男，给他钱，给他事业，觉得自己拯救了他，他应该感恩，结果还被背叛。找的女人一点也比不上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男人身上都是极其自负和自卑的。一方面他觉得自己靠本事找了优秀的爱人，自己很厉害；另一方面他会痛恨出生造成的不平等，他觉得自尊心受挫。女人真的不要圣母心泛滥，无尽的燃烧自己，因为你把男人喜欢追逐女人这个乐趣给掐断了，把男人被女人需要的成就感给夺走了。你把你老公该担的责任担在了自己的身上，那他就会去外面对别人负责任去了。明知道男人已婚，有家有口的，还靠近男人，没有边界感的女人在想什么呢？首先，无论他看起来有多无害，这种人绝不是好人，因为他不懂得礼义廉耻。很多男人觉得人家又不要我的钱，又没对我怎么样，就是陪我聊聊天，还帮我排忧解难的，这人多好。就算想有点什么，男人觉得他也不吃亏啊。你把这种女人想的也太单纯了。女人靠近男人无非就是感情、物质、精神需求，不管是哪一样都能让你的家庭支离破碎，一旦沾上就是不死也会脱层皮呀。很多人觉得出轨是夫妻感情出了问题，错，我告诉你，其实出轨跟感情好坏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这个人的人品和德性，不是因为感情不合才有的背叛，而是因为有了背叛才导致感情不和。其实在婚姻中，不管男女，有出轨想法的占大多数，只是有些人有道德底线，选择忠于爱人，而有些人却选择了背叛爱人。两个人感情再好，过日子终会归于平淡和琐碎，时间久了，再好的夫妻也会缺乏激情和新鲜感。而那些品性本来就不端的人，更压抑不住自己的欲望，甚至还会把责任都推到爱人身上。变心是本能，但忠诚却是选择。我们是否选择忠于自己的婚姻和教养，这是人品问题，懂了吗？最新上映的电影《消失的她》告诉女人的几件事你一定要知道。第一，不要下嫁，大部分下嫁的女人结局都不完美。第二，一定要远离黄赌毒、有严重不良嗜好的人，更不要高估自己能改变他，否则你必输。第三，不要单方面给男人花钱，跟你哭穷或一直花你钱的男人，100%他不爱你。第四，要提防一开始接触就过于匹配自己或完美的人，因为人无完人。如果一个人优秀的没有任何缺点，那他必然在伪装自己欺骗你。第五，无论你有多喜欢他，也要时刻保持清醒，深入的去了解对方，一旦发现不对，及时要止损。当你的第六感提醒你要离开时，听直觉的。第六，婚姻的本质是要找一个人生的合作伙伴，你要找一个人品好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对你好的人。记住了吗？我是百成刚，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对外人比对自己老婆好的男人，你见过吗？有粉丝给我留言说自己老公对亲朋好友那是有求必应，有忙就帮，连对同事都是殷勤备至的，身边人都夸你真是有福气，找个这么好的老公。但实际上他对自己老婆孩子不管不问，十分冷漠，他过得很痛苦。我告诉你们，这种男人其实是在自我满足，说白了就是自私自利。他对外人好是为了找存在感，树立好男人的形象，但实际上没有担当，没有责任心，他心里想的只有自己。但凡脑子正常的男人都会明白，日子是和老婆孩子过的，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幸福快乐才是正事。外人怎么评价无关重要，但这种男人很愚蠢，
他永远把面子看得比任何事都重要。你遇到这样的男人了吗？我是白成刚，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其实儿女介意的并不是老人偏向谁，而是明明偏向了谁，却信誓旦旦地说都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对谁都一样。有难事了就找不喜欢的那个，有好事了却总想着偏心的那个。更过分的是，有些老人还联合偏心的那一个一起去欺负不喜欢的那个。关键是你还不能反抗，因为一反抗，所有的人都会指责你不孝顺。你认同吗？我是白成刚，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为什么有很多夫妻过着过着就过不下去了？原因很简单，他觉得他很累，你觉得你很委屈，本来抱抱就没事了，他非要犟一下，然后生气、吵架、恶语相向，你们仿佛一对不共戴天的仇人，最终变成了他觉得你不懂他，你觉得他不爱你。更可怕的是，余生很长，他改变不了，你也忍不了，就这样在细节中崩溃，在失望中放手。说的是你吗？我是白成刚，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夫妻之间你可以不爱，但千万不要用欺骗、出轨去伤害妻子。你根本不知道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多大的煎熬和伤害，信任崩塌很难重建。背叛就像一根刺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痛苦不已。忠诚是婚姻里最后的底线，不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两边都想要，人在做天在看，这样的男人是会遭报应的。会偏爱自己老婆的男人才是最聪明的，因为最大的受益者都是男人自己啊。俗话说，老婆放心上，事业蹭蹭上。老婆疼得好，招财又进宝。所以疼老婆的人，首先财运会特别好，事业一定顺风顺水，走上坡路。即使遇到了难事，一家人齐心协力也能度过难关，越来越好。第二，男人疼老婆知冷暖，女人的情绪就会稳定，开开心心。那家和万事兴，整个家庭一定是积极向上的。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磁场里，就能够得到更大的滋养。第三，成为人生的赢家。表面上是男人对老婆付出，实际上是在反哺自己。女人是天生感受型的，她就像一面镜子，你给她什么，她会毫不保留地为你付出更多。妻子安则家顺，你说对吗？我是白成刚，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婚后什么样的女人过得最滋润？这娘家人越是明白懂道理，这姑娘在婆家大多数过得不尽人意。如果娘家人越是厉害，越是护犊子，这姑娘才能在婆家过得滋润些。你觉得对吗？结了婚的女人一定要记着，婆家的事要学着装瞎，有什么事让他们一家人去解决，不看不问不掺和，是你作为儿媳最应该做的事。俗话说得好，好心办坏事，在婆家人眼里，再怎么说你都是个外人。聪明的女人都拎得清自己的位置，只有低情商的女人才会一门心思的去帮婆家的忙。记住了，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就不会给自己招来太多的麻烦和不愉快，懂了吗？我是白成刚，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总以为人心可以换人心，只要你对他好，他一定会爱上你，但结果总是让人痛苦和糟心。感情的事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付出的不一定有回报。对于没有良心的人，你对他再好也是白搭，哪怕你付出了所有的真心，需要你的时候一脸微笑，一旦用不上你时，立马过河拆桥。没有心机的女人啊，说话就是直，她们会习惯性的把情绪挂在脸上，多愁善感，很容易被一件小事而感动，做事大大咧咧，不拘小节，但自尊心强，还死要面子，不会讨好他人，更不懂得示弱，所以总是吃亏。遇到对的人呢，这些错都是优点，可遇到错的人啊，这样的女人只会换来一句活该。说的是你吗？男人宠妻的5大表现，就算只占了一个，就算嫁对了人。第一，财政大权交给你保管。俗话说，男人的钱在哪儿，心就在哪儿。如果他能上交经济大权，说明他足够信任你，至少没把你当外人。第二，出现婆媳矛盾时，不会让你受委屈。爱你的人，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谁，都不会让你受委屈。不是他不孝顺，而是他不愚孝。
他知道夫妻关系才是家庭的核心。第三，吵架会先服软先低头，这不是认输，是他舍不得让你伤心太久。他知道在爱人面前，你比输赢更重要。第四，拒绝身边所有的暧昧，哪怕是工作上的关系，他也时刻拎得清，做到私下不闲聊，只为给足你安全感。第五，把你的家人看得很重，能做到爱屋及乌，这不仅仅是孝顺，更多的是他足够尊重你，在乎你，所以他也会在乎你在乎的人。我是百成刚，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告诉你的老公，过了40岁，3样东西千万不能碰。第一，外面女人的崇拜和示好。都说男人40一朵花，因为这个时期一般男人是在事业的顶峰，难免会吸引一些想走捷径的女人，赞美的话谁都愿意听，再碰上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对你仰慕不已，男人就抵挡不住了。但你要明白，在你落魄事业低谷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年轻漂亮的女孩跑过来仰慕你呢？在你妻子陪你事业有成了，她跑过来想确战旧巢，这样的女人不安好心，她只会毁了你和你的家庭。第二样，不良场所不要碰。很多男人流连于烟花场所，美其名为应酬放松一下，殊不知你会毁了自己。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就因为这些。第三样，离婚的念头。别觉得自己有了钱就觉得妻子配不上你了，或者有些男人中年叛逆，想要逃离现在的生活，换个活法，那你到最后99%都会后悔。我是百成刚，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男人永远撩不动一个内心真正干净的女人，因为她的边界感格外清晰。对于不喜欢的人，她根本不愿意搭理。她自律善良，不愿意消费他人好感。也正是这样的女人，一旦动了情，愿意主动的走进你，你就是她的全部。我是百成刚，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男人一旦找好了下家，就跟变了个人一样，他会用什么手段对付原配妻子呢？一定不要低估了他的绝情和狠心。一，偷偷转移财产，在金钱上算计妻子。我接触过30%左右的来访者都被老公算计过，你一定要重视。二，故意刁难你。其实男人很聪明，你想要什么，怎么做会让你生气，怎么做会让你开心，他心里很清楚。当男人变了心想要离开你，他既不会承认自己出轨，更不会主动提离婚，他会故意冷暴力，拒绝沟通，忽视你，挑你毛病，目的就是让你崩溃，受不了主动提离婚。三，旁敲侧击，试探你的底线和态度。他会用开玩笑或旁敲侧击的问你，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样？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下一步做准备。记住，一个算计你的男人，他就没有心。你跟他讲情，输的一定是你。说一个很扎心的事儿了，很多女人可能过了中年后就不在乎老公了，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不被老公珍惜、好好对待的女人。虽然她已经被伤透了心，但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她选择默默承受。但孩子大了，老公还死性不改，她就慢慢的不在乎了。随着年纪的增长，男人其实更离不开女人，相反，女人更愿意自己一个人过。孩子也大了，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愿意再忍受伺候男人还得不到好脸色的日子。那些年轻的时候不懂感恩体谅妻子的男人，到老了就会得到妻子的厌恶和远离。我是百成刚，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女人结婚一定要看对方的原生家庭，看对方的父母。老话说得好，什么样的家长教出什么样的孩子，家风家教真的很重要。一个不知礼数、不明事理的家庭，会让你的婚后生活痛苦不堪。结婚是一辈子大事，切莫一步走错，往后步步错呀。如果女人在婚姻中没有这2条，那婚姻基本上会出现问题。第一，你们家的钱在不在你手里？如果是你自己主动不愿意管钱，那没问题。但如果是你要管，他不愿意给你，而且你也不清楚他的财务状况，那你们的婚姻80%会出问题。第二，每次吵架他会不会让着你？女人吵得再狠，在乎的只是男人的一个态度。明明你在伤心流泪，他还在拼命和你争对错、论输赢。一个连吵架都不愿意对你让步的男人，怎么会体谅你、包容你、对你好呢？男人娶老婆到底为了什么？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
老婆不是你随便选个女人结婚，不是你娶来传宗接代，像保姆一样伺候你，对付着过日子的。她应该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因为有她才有家。娶老婆是为了找一个相互扶持到老的人，她是你在外打拼到深夜还亮着的一盏灯，为你照亮回家路的人。老婆是用来疼爱的。男人总以为自己挑起了家里的重担，为家里付出的心血，却往往忽略了背后那个女人也在默默付出。如果男人频繁对你说这3句话，其实是在提醒你不想和你过下去了。第一句，你要是这样想，我也没办法。他的意思就是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就这么做了，你能拿我怎么办？第二句，我的事你不用管，管好你自己就行了，这是和你划清界限了。我不想和你有什么关系，我是我，你是你，谁也不管谁。第3句，随便你吧。这句话是告诉你，你忍受得了现在的日子，你就好好过，受不了你就走，你爱咋咋地。这3句话你听到过了吗？老公和你玩冷战了，不要傻傻的只会哭闹，或者忍着内耗自己。面对冷战的男人，一定要学会快速的反击。老师27年的咨询总结出来的3招，点赞收藏起来。1，不要一味的忍让惯着他，要学会高姿态，制造落差感。男人不能惯，越惯越混蛋。他不是不知道冷战对你伤害有多大，而是根本不怕失去你，所以你的哭闹反而没有用，更让他觉得他把你拿捏得死死的。你就无视他，不要自己憋屈得不得了，还当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该给他做饭还做饭，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第2，保持清醒，别硬碰硬，要成为驯兽师。夫妻间的经营有时候就是一场博弈，虽然很残忍，但这就是现实。他之所以跟你冷战，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是对的，根本不在乎你的感受，目的就是逼你妥协，一次次试探你的底线。你不想被他牵着鼻子走，就要学会博弈。首先心态一定要稳住，才能冷静分析，清楚知道自己目标是什么，才能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第3，不被影响，做好自己。婚姻感情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应该是你的全部。就是因为你的全身心都在他身上，总是患得患失，才会失去自我，深陷情绪的泥沼之中走不出来。你只是一时的被困住了。当你变得足够强大，经济精神独立了，他还敢这样对你吗？我是百成刚，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为什么说男人一定要听老婆的话？俗话说，老婆开心，生活舒心；老婆哄好，生活没烦恼。可见听老婆的话有多大的好处。不要觉得听老婆的话没有面子，被管控。其实恰恰相反，这反而是一个男人心智成熟的表现。男人听老婆的话，两口子就能少生气，少吵架。因为女人都是比较感性的，她想要的只是你的态度而已，不是争谁对谁错。如果你非像个倔驴一样，天天跟她对着干，那只会把她越推越远。女人如水，男人的态度决定女人的温度。你越听老婆的话，老婆才会越听话，你们的日子才会越来越顺。有老婆在后方做支撑，你的事业才会蒸蒸日上。我是百成刚，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为什么媳妇儿永远被当作外人？因为老公会淡忘他父母对他的不帮不扶，却会记住你的不依不饶。他会认为孩子是你生的，凭什么要他父母帮忙带？认为你嫁给他就应该伺候孝顺他父母。男人是很难脱离原生家庭的，特别是婚后，他家里的任何人都能影响到他。他觉得任何人都比老婆亲，任何人都比自己的老婆辛苦。无德的老人，愚孝的男人是不会把媳妇儿当成一家人对待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这里面的苦啊！我是百成刚，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想知道男人爱不爱你，试着问他一个问题，看他怎么选。虽然这只是一个趣味的小测试，却能透露出一个人的心理反应。问他，如果你一个人在孤岛上，身边只有4样东西，而且只能选一样，你会选哪一个？ A. 一条小船， B. 一箱子钱， C. 一部没有信号的手机， D. 一套做饭的炊具。答案放在评论区里了，4个答案分别对应了他是怎么样的人。你们可以先不看答案，问过对方以后再看结果，看看是否被说中。
我是百成刚，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一个家教好的女人嫁到自私缺德的婆家，就是下嫁，就是灾难。恶人要由恶人磨，好媳妇儿是干不过这种家庭的，而且还会混得很惨。因为家教好的女人从小就被教育做人要善良，待人要真诚，所以她以为人心换人心，只要自己做事勤快，好好对待别人，他们就会对自己好。但她不知道，人居然可以自私到这种程度。你用一颗善良无害的心去和自私缺德的一家人斗，怎么可能斗得过呢？我是百成刚，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一位妻子深夜发给丈夫的一段话：老公，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我是想好好和你过日子的，可是每一次我想好好和你相处的时候，你都会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一盆冷水给我浇得透心凉。多少事我说了很多遍，可你根本不放在心上。我们每一次吵架，你对我都没有一点怜惜，我们像不共戴天的仇人。因为我们彼此很熟悉了，所以知道刀子扎哪最疼。我流了整夜的眼泪，而你每一次吵完，第二天像失忆一样。你不懂我的沉默和说不出口的难过，突如其来的脾气都是我长久积压的委屈。你不理解，你只会觉得我矫情。我知道我们不是非彼此不可，可是我们的孩子非我们不可，所以我们只能将就着过日子。听完这段话，你有什么感受呢？评论区聊一聊。永远不要去评价一个女人的强势，因为你没有经历过她经历的那些烂事儿，你根本不知道她在孤立无援需要依靠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人死撑过来的。面对无数个接近崩溃的夜晚，她只有自己咬紧牙关迎难而上。别人只会轻描淡写的说一句我觉得你变了，但是她看似刀枪不入的坚强背后，都是无人知晓的辛酸和凄凉。在男人的世界里，没有被发现的事情就是没有做，没有被亲手抓住证据的事情就是你误会了。你要敢质疑我，我就冲你发脾气，因为你不信任我，你就是无理取闹。你要问他有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答案一定是我这么爱你怎么可能呢？绝对没有。丈夫把妻子当外人的8个表现：一、每个月挣多少钱妻子不知道；二、钱由自己或爸妈保管，从不交给妻子；三、把钱看得特别重，不舍得给老婆花，防备心很强；四、遇事从不和妻子商量，自己就做决定；五、遇事偏袒外人，妻子说的做的都是错的；六、外出的时候不会主动告诉妻子自己的行踪；七、家人、朋友甚至同事的事情都比妻子的重要；八、永远和自己的爸妈一条心。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丈夫呢？丈夫先有护妻之意，才有妻子的顾家之情。谁结婚都是奔着好好过日子去的，不被理解，不被关心，什么都靠自己，谁也温柔不起来。公婆先有帮扶之意，才有年老之后儿媳的赡养之情。婆媳之间没有天然的情分和义务，有的只有将心比心。女人们要记住了，用脑子对待男人，用理智对抗情绪，时刻清醒自己的需求，抓大放小，不恋爱脑，用真心和金钱对待自己，这样做你稳赢。歌手李玟选择轻生走了，原因是因为长期情绪的问题。看到这个消息真的很痛心，我特别想跟你们分享几个建议。一、不要再委屈自己，还在做别人的开心果。不管是在婚姻里还是工作关系中，不要去讨好谁，真实的表达感受，释放情绪是对自己最好的。第二，难受时请一定要说不。我知道说不很难，但请尝试的去说，别人的想法真的没那么重要。第三，不要同情心泛滥，这会让你不断的自我内耗，长时间陷入情绪当中无法自拔。第四，远离有毒的环境，不靠谱的朋友，伤害你的伙伴，甚至是让你性情大变的老公。第五，多爱自己，去旅游，去健身，吃自己爱吃的，穿自己喜欢的，总之多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永远相信自己。我经常在视频里讲，女人要多爱自己。有人说这是毒鸡汤，我只能说单纯的鸡汤是没用，可当你正视了问题，正视了自己，学会了爱自己，就是有用的。我希望看这条视频的你们
不是表面看着开朗，看着阳光灿烂，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幸福。